遮天82集，叶凡在大黑狗的带领下寻找西黄金的下落，最终找到，开启了领悟，而后发现姬家的通缉令。上集说到，叶凡试图从大黑狗那里套出更多信息，但大黑狗警惕性极高，不易上当。叶凡利用手中的神元壳试探大黑狗，发现他对这块神元壳异常感兴趣。经过一番争执，大黑狗终于同意带叶凡去寻找西黄金的下落，但要求叶凡一旦有所收获，必须将神元鞘交给他。在寻找西黄金的过程中，叶凡和大黑狗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，他们穿越了多座城池，最终来到了太初古矿附近，这里是瑶池故地的所在地。大黑狗凭借对地形的记忆，带领叶凡深入红褐色的大地，寻找被封印的瑶池遗址。在一次月光下的夜晚，叶凡和大黑狗终于发现了瑶池飞仙的身影，这让他们确信已经找到了正确的地点。叶凡和大黑狗追寻着几道飘渺的白影，如同仙人般空灵，飞天而去。叶凡在空旷的大地上留下虚影，却未能捕捉到任何踪迹，只能仰望星空，心中充满疑惑。大黑狗告诉他，那些是瑶池飞仙的奇景，虽远观朦胧，近看渺然，却无人能说清其真相。传说这是荒古残影，古之旧事的回放，但叶凡并不相信。他们在荒凉的大地上寻找瑶池故地，却发现除了红沙之外一无所有。尽管瑶池飞仙的奇景已现，却找不到任何破绽。一夜的搜寻无果，叶凡对大黑狗的指引表示怀疑，而大黑狗则以西黄金的珍贵为由，解释为何难以找到。大黑狗提议去瑶池边沿，那里封印最弱，可能有机会进入。经过半天的寻找和挖掘，大黑狗终于确定了位置，发现了一个古井，认为这是进入瑶池的入口。叶凡半信半疑，但在大黑狗的坚持下，他们决定探索这个古井。古井深不见底，大黑狗扔下石头也听不到回响。叶凡惊呼这是一个无底洞，大黑狗却坚持认为这是进入瑶池的路径，并在叶凡不注意时将他推入井中。叶凡反应迅速，抓住了大黑狗，一同坠落。他们在古井中下行了2000余米，终于到达底部，发现了一条干涸的地下暗河。大黑狗认为这条河道能通向瑶池，即使有封印，也是最薄弱的地方。他们在黑暗中前行，最终发现地势逐渐升高，接近地面。他们从一个干涸的大湖底部出来，感受到浓郁的灵气。湖周围有巨大的鱼骨和干枯的古树，显示出这里曾经的生机。大黑狗认为这里有些古怪，可能是瑶池撤离的原因。叶凡和大黑狗继续探索，发现瑶池故地大部分地区都死气沉沉，只有少数地方有生机。他们穿过枯木林，发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湖泊和植物，与周围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。最终他们来到了瑶池的中心地域，这里没有成为死地。大黑狗兴奋地冲向瑶池的圣湖。叶凡询问西黄金的下落，但却先跳入湖中。不久，大黑狗惊慌地跳出水面，声称湖中有古怪。叶凡在水下看到了几条白衣人影，心中惊恐，意识到大黑狗可能又在耍诡计。大黑狗急忙逃离水面。在瑶池的仙湖中，大黑狗在湖中遭遇了恐怖的一幕，发现湖水下竟然满是妙龄女子的尸体，这些尸体身着麻衣，黑发披散，显得异常诡异。叶凡对这些尸体的来历和瑶池的神秘撤离充满疑惑，但大黑狗似乎对湖底的秘密更加感兴趣，甚至怀疑这些尸体与瑶池飞仙的传说有关。尽管叶凡对这些尸体感到不安，但在大黑狗的诱惑下，他们还是决定下前探查。然而他们发现这些尸体没有任何伤痕，死因成谜。叶凡感到脊背发寒，似乎看到了一具尸体睁开了眼睛，这让他更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。他们迅速离开仙湖，却发现湖水中的尸体一旦接触空气就会化为液体，这一幕让他们感到恶心和恐惧。离开仙湖后，叶凡和大黑狗在瑶池的宏伟宫阙中寻找西黄金的线索，但一无所获。他们又前往瑶池的药田，却发现药田已被彻底移走，连地皮都被收走，这让叶凡对西黄金的下落更加担忧。最后他们来到了一片石山，这里寸草不生，绝壁林立。在石壁上，叶凡看到了一幅女子的石刻，虽然只是一幅立姿，却给人一种道法自然的奇妙感觉，仿佛与天地合一，这让叶凡感到震惊。而大黑狗则催促他继续前行，因为山中还有更多的客途等待他们去探索。这里的石山寸草不生，绝壁如刀削，山崖高耸，如同登天之梯，给人一种域外天地的感觉。叶凡被这里的一山一淡所吸引，仿佛每一块石头都刻下了大道的轨迹。他们发现了许多石刻，但大多数并非功法，而是记录了瑶池的古事和景物。叶凡对这些石刻充满好奇，认真观摩，希望能找到西黄金的线索。在一幅特别的石刻前，叶凡惊讶地发现了一位非人族的生物与瑶池王母对峙的场景，这让他更加确信这些石刻记录了瑶池的大事件。继续前行，叶凡在一块形似卧虎的大青石上发现了半幅石刻，竟是他熟悉的抱山印，这让他心中升起不安，担心西黄金也被人抹去。他催促大黑狗带他去寻找西黄金，却发现大黑狗并不知晓确切位置，这让叶凡感到无奈，但也不得不依赖他。
在寻找的过程中，叶凡取出菩提子，希望能感应到西黄金的所在。大黑狗对菩提子产生了兴趣，但叶凡警惕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大黑狗试图转移话题，询问菩提子的来历，叶凡则说到了释迦牟尼，但大黑狗对此并不感兴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叶凡在群山间观看了一幅又一幅石刻，偶尔会见到一些残缺的招式，他都会用心揣摩。他在一座绝壁前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图刻，长达100余幅。起初，这些图刻看起来平凡无奇，但随着观察的深入，叶凡发现这些普通的招式逐渐升华，画幅迥为神奇。叶凡被这些石刻深深吸引，他发现这是一个系列，总共有500余幅，记录了瑶池高手推演9秘中的功法胜法的过程。虽然最终未能成功推演出斗战胜法，但这位高手的尝试足以让叶凡感到震惊。这些石刻给了叶凡极大的启发，让他对斗战胜法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夜幕降临，叶凡在夜色中继续寻找西黄金的线索，但直到深夜，他仍未找到西黄金的踪迹。叶凡对大黑狗的指引感到怀疑，认为他可能在欺骗自己。然而，大黑狗坚持声称这座石山就是部分西黄金的所在，需要叶凡自己去悟。叶凡半信半疑，但最终还是决定亲自探索。叶凡飞上石崖，仔细观察那轮模糊的天日烙印，手持菩提子，试图感应其中的奥秘。起初他一无所获，但当他运转元天书中的西黄金经文，并以菩提子按在天日上时，奇迹发生了。漫天的光华冲起，石崖上升起一轮炽热的天日，叶凡被吞没其中。大黑狗见状感到非常意外和沮丧，因为他认为除了惊人的悟性外，还需要瑶池的晶影才能得到西黄金。然而叶凡在石崖上触发了西黄金的传承，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经文字句，但却深刻体会到了那种玄奥的演化过程。这种传承不依赖文字，而是通过开创者的意境来传达，让叶凡感受到了古今的变化和深意。经过一夜的领悟，叶凡觉得道功秘静心之神藏篇得到了完善，他的道力运转更加自如，精气澎湃。叶凡催促大黑狗带他去寻找西黄金的其他部分经文。在大黑狗的指引下，叶凡陆续触发了西黄母留下的烙印，得到了肺之神藏篇、肝之神藏篇、脾之神藏篇和肾之神藏篇，补齐了道功5神藏。叶凡对西黄金的深奥和神妙感到震撼，认为它是东荒第一心法。然而在寻找4级秘境的烙印时，叶凡遇到了难题，即使手握菩提子，也无法触发4级秘境的经文。这时他意识到可能真的需要金印来得到西黄金的其他卷。大黑狗的抱怨和质疑让叶凡意识到，这只狗可能知道更多的秘密，但却没有告诉他。在一番争执和战斗后，叶凡和大黑狗达成了新的协议。叶凡提议带大黑狗去寻找妖族大帝的古经，以此作为交换条件，而不是直接给他玄龟。大黑狗虽然半信半疑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。叶凡在前往曲州朝阳城的旅途中，不断参悟西黄金的深奥与高妙。他发现这道宫秘境如同一座永恒的宫阙，内蕴无尽的道理。5大神藏如同5条龙盘腾，氤氲之气内外交融，武气冲天。在深入领悟的过程中，叶凡感受到了道宫秘境的神秘，仿佛有大道轮音在耳边回响，这让他想到了是我与道我的传说。这些声音似乎是从遥远的过去穿越时空而来，让他对道宫秘境的理解更加深刻。叶凡意识到修行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这些谜题可能只有几位大帝能够完全理解。他预感到随着修行的深入，将来可能需要重新修炼这些秘境，因为它们蕴含着无尽的秘力。目前他手中有完整的西黄金，足以让他将道宫秘境修成大道神缺。在旅途中，叶凡的实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。他发现古经的妙处在于，他们能让修士的起点更高，战力无形中上升。这让他想到了各大圣地的圣子与圣女，他们之所以修为超越同代，与修炼古经有很大关系。叶凡与大黑狗的对决，也让他有机会将心得付诸行动。大黑狗成为了他最好的陪练。当他们进入绿洲，叶凡建议大黑狗变小一些，以免太过引人注目。经过一番争执，大黑狗最终缩小了身体，变成了一只柴狗大小的狗。他们没有在城镇停留，直接前往绿洲最繁华的城池朝阳城。在朝阳城外，叶凡发现了自己的通缉令，赏金被提升到了1方元。进城后，他注意到街道上车水马龙，非常热闹。大黑狗在城里惹了不少麻烦，让叶凡不得不面对一群债主。叶凡在一家饭馆里听到了关于曲州年轻一代英杰盛会的消息，这是姬家和瑶光圣地为了寻找他而运作的。他了解到姬家和瑶光圣地的年轻一代强者将会到场，这让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叶凡考虑是否要在盛会上露出真身，大开杀戒，给圣地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他手中有元天书，掌握了改天换地大法，这让他有信心在事后轻松脱身，让对方难以追踪。这个想法让他心动，但同时也在权衡可能带来的后果。